小女儿嘛，早。哎呀，早啊早啊！你要吃什么早餐啊？我帮你准备。哎呦，不用。我说是离家出走啊，其实是我到处逛，在一家面包店买了这么多面包。来，孙女，一起吃吧。哇，你买了这么多面包，怎么吃得完啊？放心，家里有一个大胃王。你是说殷大哥吗？他跟发达比起来还差几条街。那些面包啊，发达没2天就给他烧光了。小女儿嘛，发达哥已经离开了。对呀，你看我睡了一觉起来，什么都忘了。孙女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残忍了？搞什么离家出走，把自己的孙子啊逼得非要离开不可？你也是为了发达哥的前程着想，希望他有长进、有出息啊。他都30多岁的人了，还一事无成，不知道将来有多凄凉。希望他能明白我的苦心，好好出去啊，闯一番事业。哇，难了。侠女阿嬷，你要对他有信心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发达哥有些大智若愚。是啊，他长得很大只，像芋头一样。如果像人参就好了，人参啊比芋头啊值钱多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有些人呢，他们看起来并不怎么样，也没有什么成就，但其实他们是很厉害的。只要他们开窍了，想通了，他们的爆发力和取得的成就往往都是惊人的。发达从小啊就有小聪明，希望他这次能像哪吒一样，来一个莲花化身，脱胎换骨。对了，侠女阿嬷，这是发达哥2天前交给我的，他说他离开后就交给你。还有啊，他叫我一定要提醒你，里头的东西千万不能让殷大哥看到，不然的话一定有去无回的。他前2天就交给你了。那他是早有打算要离开了。我想是吧。不过他应该没预料到你会离家出走。早知道他要离开，我就不用搞得那么累。看来他这次啊，真的是下定决心要出去闯了。你看，这是我跟他联名的银行存折。如果啊，他只是短暂的出去的话，这些东西啊，不可能交给我。可是交给我了又有什么用呢？里面的钱啊，都被他拿光了。我越想越生气，我省用省吃，好不容易存了2、3万，将来给他要结婚的时候给他用的。没想到他竟然偷偷拿出去，全部用完了。侠女阿嬷，应该不是2、3万吧？应该是20、30万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一辈子不吃不喝啊，都存不到这么多钱哦。你看，这里有3张定期存款，2张是10万的，1张是5万的，加起来就25万啦。还有这里的存折里面的钱有3万6的。你有没有看错啊？把我眼镜拿来吧。这么多钱，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我现在更加相信发达哥是大智若愚啦。老妈，老妈，他去了巴沙啦，什么事啊？这条裤子放很久哎，臭的要死，你自己闻，你看。帮你洗了。哎，老妈最近做梦啊？你看老爸的裤子也放在我衣服那边。妈的记忆力最近衰退了很多，常常忘东忘西的。我们就不要给他太大压力，要关心他，还有自己可以做的东西就不要全推给他。哎，你这2天上什么课？功课还有笔记借我看一下。你这2天根本就没有去上课，对不对？有课就去上，没课就不上，不是天天有课的吗？我看了你的课表，你这2天是有上课的。你可以不要管我的事吗？你要读书的话就好好去读，不想的话就找份工作，不要浪费时间跟金钱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去厕所啊。
你好了没有啊？等一下，你在里面生蛋啊？上个厕所上半天。我肚子痛，在拉肚子了。你昨天吃了什么？叉烧饭。那个死人头又拿叉烧来啊？上次哪来的？上次拿来不是放了1个星期？要死啊！放了1个星期的叉烧饭你还拿来吃？我收在冰箱，忘了吃。昨天看到还好好的，不吃很浪费啦。爸每次都拿烧腊来，你们不吃，我一个人哪里吃？好了好了，说完了没有？快点走，我们要迟到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肚子又痛了。你真的是活该呀！啊，不吃死你才怪呀！放了1个星期的食物，你还拿来吃，你也真是的。你妹妹吃，你也不阻止她。我看到他吃的时候已经吃剩1口啦，要断不断，他当然找机会上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你跟那个人要断不断，他当然3天2头跑上来了。给烧腊是借口，想跟你复合才是目的。鬼才要跟他复合啊！我跟他早就不知道断到哪里去了，是他不想跟你们断关系。谁跟他有关系呀？你再这样跟他拉拉扯扯下去，小心你变成老太婆，就没有人跟你再婚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再婚了？不想再婚会去求姻缘签咩？你神经病啊！我求什么姻缘签啊？我是帮你妹妹求的。你那个妹妹傻傻的，我担心她没人要。美美啊，你好了没有啊？你催他干什么？生病就拿 MC 咯。拿 MC， 那她的工作谁来做？Please 啦，只是打份工而已，连生病都不可以啊。不过是份清洁工嘛，连命也不要啊。所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一点责任感都没有。他又不是什么大病，拿什么 MC 啊？拿 MC 很容易，那谁来分担你的工作？生病就要看医生拿 MC， 这叫人权，跟责任感有什么关系呀？你，姐姐们，你们不要再吵了，我没有事。算了算了，你去看医生，我帮你请假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们走吧。真的没事。美美，快点，我们迟到了。哎，小心点！哎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哦，安哥罗北，原来你这么帅的啊！走，走，这个样子不是很好吗？看起来很精神。哎，快点，我们迟到了。哎，你们赶时间啊？是啊，给他拖来拖去，上班时间都迟到了。美美的脸色很苍白，她没事吧？她昨天晚上乱吃东西，一早起来就拉肚子。不如我送你们去吧。什么？我拿了德士执照，我今天开始驾德士，我送你们一程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妈咪，我们就support一下安哥罗北吧。是啊，帮我壮壮胆吧。那好，不过你一定要收车费。OK。喂！哇，这么，你真的无药可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居然还敢找Sugar妈咪？你懂什么叫 privacy 吗你懂什么叫羞耻吗？ ？Please 啦，开放一点可以吗？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还没有成名之前，不是都拍3级片的？有人说他们不知羞耻咩？讲难听点，就算想要拍3级片，也未必有人会找你啦。想要找Sugar妈咪也要有条件的吗？你不懂得羞耻就算了，还为自己找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！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我也懒得天天看到你这张脸。要不是看这阿嬷跟老妈的份上，我早就搬出去了。如果你再敢给我废话的话，我一定搬呐！你上次闯的祸，我好不容易才求人家放了你，你还不怕，还要再去惹麻烦？反省，我有反省啊。所以现在我不会再去找那些有老公的Sugar妈咪，我会去找一些你知道吗？很有钱，然后又嫁不出去，然后心里面非常寂寞的Sugar Sister，OK？你迟早闯祸，再这样下去，我是不会帮你隐瞒的。Whatever 啦，就算你讲出去又怎样？老妈只会哭，老爸呢？我敢 guarantee 你啊，他只会坐在那里，像缩头乌龟一样，只会说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让他去吧。”这就是老爸啊，没有用啊 ，loser 失败者跟你一样没有 guts。我不准你这样讲爸。
爸辛辛苦苦、踏踏实实的工作，好不容易才把我们养大。他不是什么 loser， 他是值得我们尊敬，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的。我只会为他感到丢脸呐！这种老爸没有用吗？所以我们才住在这种烂地方、鬼地方啊！我那些朋友住condo、住洋房，生日随随便便1辆法拉利。我们老爸，你要我为他感到骄傲？你神经病啊！你以为要维持一个家这么容易啊？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才把我们拉扯长大，现在是我们做儿女的回报他们的时候，让他们安享晚年。我们应该更努力奋斗，让自己成功，而不是增添他们的烦恼啊！你在演讲啊？掌声鼓励一下啊！什么成功奋斗，谁都会说的啊。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，成功对你们来说轻而易举吗？我不可以，我不是你，没有一件律师袍等着我去穿，没有官司等着我去打，没有花花绿绿的钱等着我去赚啊！你也可以的，你还年轻，你争气一点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Please 啦，不要再讲了，念，真的很烦呐！跟你讲了几百次了，对吗？20多岁的人不要管我啦。You mind your business, I mind my business, OK？ 就这样。再这样下去，他肯定完蛋的。怎么办？喂，小女阿嬷，懒惰星起床了吗？我以为是我老糊涂，原来你也以为他还在呀？哎呀，一时忘记他已经走了。你也一下子习惯不过来吧？哎呀，屋子里没有他，好像静了很多。小女阿嬷，你想念他啦？你也想吧，有他在的日子觉得烦，没他在的日子又觉得寂寞。大狗熊 ，I love you。你想他想的说不出话来啦。我才没有想他呢。哎呀，反正他每次出去晃荡几个星期就回来了嘛。这一次不一样，他这一次啊是真的飞走了。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别人呐。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留下来给我了，而且他不知道怎么把我给他的2、3万块钱变多了。小女儿嘛，钱放在银行肯定会变多的，会加利息的嘛。哪有那么好的利息哦？他又不是阿龙放高利贷。加了很多钱吗？多到差点吓死我。幸好啊，我没有心脏病，有差不多30万呢。30万？就是了，伟兄啊，改天跟你聊啊，拜拜。30万？怎么可能？另外4万块厉害了，是我投资赚来的血汗钱。那你投资什么？美国股票。难道是真的？哎，婶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没有钱呢，我没有钱。不是要给你拿钱，我有东西要跟你谈。你除了跟我拿钱啊，什么事儿正经八百的会跟我谈事情？婶啊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怎么说我都是一个总裁嘛。发达说啊，现在的总裁跟副总裁到处都是，我也是总裁呀，这个屋子的总裁。那给你的。我不要，你给钱了总没好事。今日不同往日了，婶。从现在开始呢，每个月我都会给你钱花，你就不要再去卖菜卖彩票了，弄到邻居以为你好像很可怜这样子。从现在开始好好享清福哈。真的，这些钱可以拿的。当然可以啦。啊，我知道以前我们不争气，一直让你为我操心。可是呢，我是一个感恩图报的人，你怎么对我好，我就双倍对你好。怎么说，你都是我唯一的亲人呢。那发达嘞？发达也是你的亲人。对，他也是我的亲人。关系不在吗？不在的话，照顾你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了。我不会像他这样子的虐待你的。胡说，他哪有虐待我？
还说没有啊？整天叫你做苦力，还好意思说老人家不能够在家里要整天做工啊？对啊，全部人做工啊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翘脚享福啊。总之啊，从现在开始你在家里享福就对了啊。既然你这么有孝心，那我就翘脚在家享福喽。那就对啦，拿这些钱去买你要吃的东西，想睡多久就睡多久，闷的话去楼下跟那些八婆八卦啦。哎，还有啊，我会买一个平板电脑给你，到时你教你怎么滑来滑去看电视剧，这样就不会闷了。嗯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错过一个转弯的路口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前面转也是一样的，你不用紧张。我的样子很紧张吗？有一点。哎，其实驾德士啊，压力挺大的啊。是啊，我听说接一张罚单，一天的收入就没了。我有个朋友的老公也是驾德士的，有一天他接到3张罚单呐，都是因为超速被拍到的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我也好像超速了。啊，你不用担心，这条路我很熟的，前面没有超速摄像机，反而有个天桥你要注意一下，有时候有交警躲在那边测速的。谢谢你提醒啊。不客气。查了药有没有好一点啊？都叫你去看医生拿 MC 了，这样怎么样去上班？你不要吐啊！你不要吐在人家车上。不要吐，忍。没关系。哎呦，来，给他喝一点水。谢谢。哎，喝点水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的德士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去接客人呢？没关系啊，我清理一下就可以了。怎么清理啊？他吐得臭熏熏的。我看你还是到附近的油站找洗车工人彻底洗干净，要不然哪有乘客敢搭你的德士？好，那你们呢？你不用理我们，我看他吐完的情形怎么样再说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你第一天做生意就把你德士搞成这个样子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那我去附近的油站把车子洗一洗，有什么情况你打电话给我啊。好，快去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包包还在你德士里。啊，我来，你照顾妹妹吧。你没事吧？啊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我带的钱啊，可能不够还你德士费。不用啦，她看医生也需要钱啊，你照顾妹妹吧。啊，拜拜。那谢谢你啊，罗北。哦，谢谢啊。谢谢你啊。哎。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哎呀，都是那个死人头害的，只是当个烧腊助理，就以为自己是大师傅，整天3天2头拿烧腊上门来干什么？妈咪，爸也是为了看你啊。看他的死人头啊，都已经离婚离了8辈子了，还整天上来搞风搞雨的。我跟你说，以后他拿东西来，你就跟他丢回去，他不要你就丢下楼，知道吗？妈咪，可是丢下楼会被警察抓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你看你吐到臭熏熏的，还是找个地方洗干净啊。哎，妹妹，你不要吓我，妹妹，你不要吓我，妹妹，醒醒啊，妹妹，你不要吓我，妹妹。他怎么了？他今天早上又泻又吐，吐到没力气了。妹妹，关妹妹。妹妹。喂，你怎么吃饱了还不走啊？哎，还有没有啊？再给我一个。没有了啦！你以为我家什么地方啊？一大早就来又吃又喝的，还白用我家 WiFi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上课喽。你不是讲不上了吗？哎呀，反正只剩下1个学期就读完它喽。哎，你又在找Sugar妈咪啊？现在不找Sugar妈咪了，找Sugar Sister。哎，
你上次差点给黑道砍死，你还不怕吗？怕什么啊？几十年前混过的黑道，现在好意思拿出来讲啊？现在你就可以讲风凉话，当时你一定吓死了吧？你还敢讲我啊？人家只是约你去酒店开房，你就吓得屁滚尿流，还找什么周发达帮你解围？ Excuse me， 不是我找他的哦，是他不知道怎么找到我的。还有啊，跟一个你不清楚底细、不清楚来历的人开房，你不怕吗？等一下染上什么 HIV， 那就惨啦。你笨啦，不会做 safety precaution 啊？也不只是怕那个啦，你只要做了，你的未来不知道会变成怎样啊。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你的未来。未来的你啊，会有很多个版本，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现在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决定你以后是哪个版本啊。你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懂哎。这些话我也是听一个人说的。谁？大哥大喽。你跟我开玩笑啊？那种小混混所说的话，你也当他是大道理在我面前说啊？我们的未来不需要他讲，我也知道清清楚楚啊。像我们这种不够优秀，连大学也读不起的人，未来只有2个字：可悲。没有错，我们只能够找那种2、3千块钱1个月的工，混得好一点，买一间 HDB 住咯。但是你得还30年。混得烂，就像我老头子一样，找一间租赁组屋，让全家人挤在一起过苦日子。这是你要的未来吗？这是你要的生活吗？我可不要啊！我们的出生的确是没得选择，可是就算你找多几个 Sugar 妈咪、Sugar Sister， 你能改变你的命运吗？能，只要有钱就可以。有钱我就可以混到一张文凭，搞不好我还可以出国混几年，回来之后身上镀一层金，想往上爬也容易一点。如果你喜欢跟一大票 normal 的人走一条平淡无趣的路，每天做工做得要死，1个月赚到的钱还不够那些有钱的人买一张 business class 的机票，然后你就找一个跟你差不多一样 standard 的人结婚，分期付款，公主无主，然后生孩子，让孩子 repeat 你可悲的人生，这是你要的吗？我可不要啊！我情愿放手一搏，走自己要走的路啊！哎，要不要去？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去上课。哎呀，不上课不会死的啦，翘1堂课而已嘛，我请你看电影啦。不了，再缺课我就毕不了业啦。OK， 那我们不同路啦。我走这边，我走这边。照顾自己啊，不要太想我。OK， 拜拜。喂，记得你要欠我一餐啊。放心吧，等我有钱了，天天请你吃大餐呐。医院，我在医院。啊，姐！哇，这里是大人病房啊！关美美，你以为你是公主啊？不就泄个肚子吗？搞到上私人医院，又是单人病房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一睡醒就在这里了。现在觉得怎样啊？我现在没事了。不过我好像睡了一个很舒服的觉。当然舒服啦，这里很像5星级酒店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外面的地上铺的是地毯啊，还有这里闻起来不像是医院的药水味，很像是喷过香水的香味啊。这么高档的地方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我正要去上课，突然间妈咪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半途吐得稀里哗啦，后来还晕倒了。妈咪说她赶着去做工，没时间跟我多说，给了我你的病房号码，要我下了课来看你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吐得全身没力，一站起来，前面就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像灯关了一样。过后我就不懂发生什么事了。大概是有人好心把你送进医院，不过好送不送，竟然送你进这种高档的私人医院。这里很贵吗？还用你说？这里的住院费跟医药费没有1000块，你休想走得出去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啊？出院啊，1000块哎，我要工作1个月才可以赚回来。你急什么啊？你现在出院，他们也是算你1天啊。
干脆把它住满，尽量吃，尽量用，不然不是很亏本。对哦。姐，你跟妈咪今晚来这里睡，我们3个人就像住 hotel 一样。什么 hotel？ 我们这么大了都没有住过 hotel， 今晚就当这里是 hotel 哦。哎，你醒来了，觉得怎么样呢？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。那我先帮你量一下血压，医生马上就过来看你了。护士小姐啊，这里的医生是不是看一次收一次钱啊？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叫医生不用来了，我没事了。啊，护士小姐，你不要管他，他还啵啵的，还没有完全清醒。不要丢人啊！如果真的这么贵的话，就叫护士小姐换一间比较便宜的病房。放心吧，关小姐，陆先生已经交代过了，你的住院费他会负责的。陆先生，姐，谁是陆先生？我怎么知道啊？陆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会不会打扰你啊？不会啊，来，请坐。不用，我是特地来跟你说声谢谢的。还好今天早上有你的帮忙，把美美送到医院去。不过真的不好意思，弄脏了你的车。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对了，医院刚打来说美美已经醒了。我知道了，我大女儿已经打电话告诉我了。还有我大女儿跟我说，护士跟她讲，美美的医药费陆先生会负责。没错，你就让美美安心的在医院休养，医药费那方面你就不用担心了。那怎么可以啊，陆先生？你不要觉得过意不去，美美是我的朋友，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的。陆先生，叫我Walter就行了。不行，陆先生，你真的很爱开玩笑，美美怎么可能是你的朋友啊？我没有骗你，美美真的是我朋友，她是我遇过最善良、最可爱、非常可贵的一个朋友。陆先生，医院高级，病房高级，就连吃的也都那么高级，就不知道是什么鱼哦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鳕鱼。你怎么知道？刚才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送餐的护士说的。怪不得那么好吃啊！这种鱼很贵的，在日本餐厅小小一块就20多块啊！你要不要吃？医生说我今天最好不要吃东西。陆先生，哎呀，不用想了，什么陆先生、马先生啊，你想破頭都不會想到啦，因为你根本不认识他。那他为什么要送我来医院？又为什么要帮我付医药费？你 lucky 咯，遇到一个有钱想要帮助人的有钱的。那些人啊，钱多到数不清啊，他就想做点好事积一点德，不就帮你一把咯。我的，你怎么了？我的，我的。姐，我不是要这个我的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美美，一定是他。大家下午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叫叶小英啊，记住啊，叶小英啊。这个年头啊，没钱痛苦，其实有钱一样痛苦嘞。为什么嘞？因为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把钱弄得更有价值，我没有讲错，没有对不对？还有啊，很多人不懂得怎么让钱生更多的钱，有没有讲错？所以很多人很笨啊，拿钱投资什么股票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是最笨的。为什么呢？股票起起落落，分分钟啊吃掉你的钱你都不知道啊！还有啊，还有一些人更加笨啊，拿钱去投资房地产呢，你说是不是笨呢？新加坡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往下掉，怎么可能赚钱呢？你不要跟我想你有投资哦，没有就聪明啦。还有些人呢，把钱放进银行里面呢，这怎么可以呢？银行的利息都不够你搭 MRT， 我没有讲错，没有对不对？那现在最好怎么样呢？最好呢就是参与我们的黄金回购计划，哇，
1个月啊，保证会有1%的红利，2年到期以后呢，原价购回就会有24%的利润，去哪里找啊？是不是？到时你们可以把黄金呢放在我们公司，如果你们不放心，可以把实实在在的黄金抱回家，然后抱住它睡觉。哎，不过要警告你们啦，到时你们老公老婆可能会不爽的哈。OK， 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来，就你啊，看起来最有钱了，来。哇，叶总真有你的！一场讲演会下来，就有20名投资者变成我们的客户。我相信很快就能达到刘总给我们的指标了。哇，我今天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不鸣则已，一鸣就惊人了。我这个大英雄真的是有用武之地啊！没错，这公司有你叶总这个英雄在，业绩肯定突飞猛进的。哎，安排多一点哦，这种演说会，我会尽我所能拉多点顾客进来。好，我立刻去安排。Mr. Ferrari, this is yours. Thank you. Thank you.阿达西，什么事啊？我在 office。Yumi，Josh 部那边有没有消息？都是你啦，狮子大开口，他们怎么会那么好死给我们1000万啊？你放心，你怀的是龙种啊，他们肯定会打来找你的。Please 啦，什么龙种 ？Josh 铺那么风流，说不定他外面一大堆孩子啊。Anyway， 我已经决定了。你决定什么？我要打掉他。哇，优米，不可以这样做的。电视台已经在催我签约了，我再不决定，他们就要换人了。我不想浪费这个机会。啊，电视台那边能拖就尽量拖啦。如果 Josh 不在意，他不会找人来跟你谈，不会送你去给医生检查的。对啦，你说的没错，可能 Josh 不只有一个种，可是对这些有钱人来说，能多一个就多一个，那将来才能够找到这接班人嘛，是不是？他们现在肯定是在查你的底细，或者是算算你肚子的孩子值不值得1000万，所以你不要紧张了，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，OK？ 啊？你是谁啊？嘘，妹妹已经睡着了。你就是我的路。嗯。你离我妹妹远一点啊！你就是美美的孪生姐姐啊！美美说的没错，长得很漂亮。信不信我揍你啊？我怎么了？干嘛要揍我？我妹妹已经把你的事情告诉我了，你想打我妹妹的主意，找死啊！哼！你笑什么？你们俩个性真的很不一样，但是都很可爱。你连我的豆腐都敢吃啊！啊！什么事啊？没事。可是我刚才听到有人叫啊的一声。没事啦，一个讨厌鬼被我踩了一脚。啊，是谁啊？是我。我就是那个讨厌鬼啊。是你送我来医院的？我在上班途中看到你和你母亲在路旁。你为什么要送我来这里？这家医院很好啊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啊！我姐说这里是私人医院，医药费很贵的。医药费我会负责啊。谁要你负责啊？幸亏医生说我住1天就可以出院了，1天的医药费我应该还付得起。他们不会收你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付了。那我把钱还给你。我才不会收哎！你以为你很有钱啊？只不过是小小的职员罢了。我就是有钱啊，怎么样？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？干嘛生气啊？我帮女朋友还医药费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？你信不信我再踩你一脚啊？你敢打我妹妹主意，我就要你！吃不了兜着走，听到没有？哇，你们果然是好姐妹啊，连骂人都配合得那么好。但是姐姐啊，谁是你姐姐啊？你真的觉得你妹妹很笨吗？我可不那么认为啊。妹妹天性善良，我觉得她就像一颗还没打磨的钻石。你少肉麻了，你一定是那些现实势利的女人玩多了，想改玩我妹妹这种又傻又笨的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再说她笨了，就是因为你们一直说她又傻又笨，所以她才觉得她自己又傻又笨啊。其实她一点都不笨。这就是你的招数是吗？
你故意在我妹妹面前说这些话，想让她感动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她姐姐，我多么希望她能聪明一点，免得被你这种男人骗。这样看她的人不止我们，你问问她，她的老师、同学还有朋友有没有当面或者背后说她又傻又笨啊？有。就因为他不会读书，所以他就是个笨蛋吗？丽丽啊，你忙完了，今天早点下班去看美美吧。英姐啊，有件事希望你能够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能不能把我和美美调到别的地方去？这里做得好好，干嘛要调走？这里离我家真的很远，每一次等巴士都要等很久。这样啊，好吧，我帮你们留意一下。那谢谢你啊。我们常常以学业成绩来衡量一个人，会读书就聪明，不会读书就笨蛋。其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爱迪生曾经也被人家当笨蛋，爱因斯坦更被他同学取笑，说他是个小笨蛋。你不要告诉我他会是另外一个爱迪生或者爱因斯坦，搞不好这两个人是谁他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爱迪生是发明电灯的，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。不过我肯定不会像他们一样。就算不能成为爱迪生和爱因斯坦，你也绝对可以成为一个特别的、与众不同的关美美。人各有所长，会读书只是一个 bonus， 未来的成就绝对不只是靠你的学业成绩，靠后天的努力，你也可以有杰出的表现的。靠后天的努力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你们办公楼洗厕所的清洁女工哎。清洁女工当然也可以努力啊，你知道吗？美美的包包里一直都放着一本英文字典，她休息时、搭巴士时、走路时都会拿出来背的。对不起啊，姐，我没有问过你，就拿你的字典。还有你应该知道你妹妹很会唱歌，她的歌声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，能够帮人疗伤，至少她能帮我疗伤。我是一个世人眼中的富家子，有钱少爷。你不要吹牛啦，小职员就小职员，什么公子少爷的。是，我应该是个小职员。但是我老爸是集团的主席，所以我就空降到公司当个主管了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哎，他常常躲在厕所里面，都不去开会。没错，我常常逃避，希望可以远离现实。我是我父亲几个私生子的其中一个，我母亲是他小老婆之一。从小到大，我都被家族的人看不起。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小野种，我一点都不快乐。有一天，我进去了厕所，听见美美在唱歌，她的歌声很纯净，纯净就是 pure。Please 啊，你以为我们差劲到连 pure 就是纯净也不知道吗？我只是想强调美美的歌声，就像阿尔卑斯山上流下来的水，很纯净，没有一些污染。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。我当时的心情糟透了，是美美的歌声让我的心又明亮了起来，让我又有勇气回到现实的世界。你很夸张哎，我只是随便哼哼，哪里有那么厉害？你就让他吹吧，我还想看看他能吹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你们也许不信，但那真是我当时的感受。后来和美美交谈，我就被她吸引了。从小到大，出现在我身边的人都是那么的功利，那么的现实，当面奉承，好话说尽，但是一转身却是一脸的不屑。即便是亲如手足，也是表面一团和气，暗中较劲，互相伤害。但美美不一样，她是那么的善良，就像 Alps 山的水是吗？还是冰山雪莲？你说了那么多，在我听来就8个字：甜言蜜语等于放屁。你是在看不起你妹妹是吗？你觉得她无法影响我、感染我？小人物也可以是大英雄。这句话是美美说的。
是大哥说的。他说不要看轻自己，就算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也可以成为大英雄。是吗？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你的？他在跟我借钱买汽水的时候。他跟你借钱买汽水，当然把你当英雄啦。这种话听听就好，还当真？不，我觉得这个大哥说的话很有道理，我有机会也想要认识他。程律师已经在等你了，这里请，谢谢。Hello， 呀，我是。不好意思，我还在考虑哎。当然不是啦，有兴趣，我当然有兴趣。啊，那 OK， 我签，等一下我就下去电视台好吗？啊。好，谢谢。那好，待会儿见。拜拜。阿扎西，电视台打来催了，等一下我就下去签约。哎呀，你就再拖2天吧。哎呀，你以为我是大明星啊？他们说我今天不决定的话，我们要找别人了。快点，帮我找个医生。找医生做什么？打胎啦！哎，等一下。Oh my god！ 喂，他们打来了！谁呀？Josh部的秘书，拜拜。Hello。平静的天空，像美丽的图画。我睁大眼睛去寻找一颗心。你为什么不唱歌了？无界限的空间，宇宙中最亮的就是那颗守护星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忧虑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依旧回来。有一天，你对我说，童话的梦会成真，请不要再忧虑，这个天空属于你，明天曙光依旧回来。有一天，我对你说，你是我的守护星，未来的日子不必害怕，你将真情给